你有看过这次奥运霹雳舞澳洲选手的袋鼠舞或相关迷因吗？你知道这位选手表现竟然已经吸引了将近5万人联署要他公开道歉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澳洲 Reagan 的袋鼠舞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的2024巴黎奥运是霹雳舞首次被纳入奥运竞赛项目。对于许多舞蹈人士来说，看见自己喜爱的文化站上顶级的世界竞技舞台，可以算是一种非常大的肯定。而台湾因为孙正选手的参赛，也掀起了一股霹雳舞的观赛热潮，让许多人第一次感受到了霹雳舞的魅力。那如果你有关注这次奥运，可能多少也会注意到女子组澳洲选手 Reagan 的袋鼠事件。除了每个回合都拿下0分之外呢，也因为她的舞步实在是太过特别，成为了网络迷因的笑柄。有很多澳洲人呢也觉得非常的丢脸，超级生气。不过最近世界运动舞蹈总会呢刚好又公布了女子霹雳舞世界排名，这位 Reagan 呢竟然被排在世界第1，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明明在奥运拿0分，却又被说是世界第1 ，Reagan 到底有没有料？那些对他的批评难道都是错的吗？今天这一期呢，我们会先从奥运霹雳舞赛场上面的袋鼠事件开始，带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不知道怎么样挑选适合的绘本给孩子吗？网络上面满满的绘本书单，你有时间研究吗？别担心哦，芒狗狗人气精选组都帮你选好了。从家长最在意的认识身体界限、情绪教育，到常让家长烦恼的吃蔬菜、看3C 等等的习惯培养，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理财观念等等的热门主题，不但一次拥有10本精选绘本，还有感官游戏和学习卡牌，官网还能够试阅全本，让你放心再购买。芒狗狗人气精选组官网独家68折，输入G77专属折扣码77推荐，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接到官网看看吧。为了避免有些人没有看奥运我们这边呢还是快速的介绍一下，所谓的霹雳舞呢，其实就是大家也很常听到的 breaking。这个名字呢，来自于音乐里面的 break， 也就是没有歌声，单纯只有打击乐的段落。因为节奏感较强，所以特别适合让舞者们在这个时候展现自己的舞蹈技巧。一般认为，霹雳舞的文化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街头。当时帮派之间为了减少彼此的大量伤亡，一起签订了协议，决定停止使用刀枪械斗呢来解决问题。而在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之下 ，battle 这种透过武技来分出高下的较劲，开始成为了帮派之间处理冲突的一种途径。对，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面的要打去练武士打。所以在 battle 的过程当中呢，双方会在不接触到彼此的前提之下互相挑衅，也就成为了霹雳舞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随着时代的改变霹雳舞就跟其他的嘻哈文化一样，逐渐进到了一般大众的视野当中。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节目还有歌手的 MV 当中都有出现霹雳舞的元素。那2000年代开始，全世界的霹雳舞赛事越来越多，也因此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赛制，吸引全球各地的 B-boys还有 B-girls 参加。而今年的奥运呢，它更是首次登上了5环的殿堂。在今年的巴黎奥运当中，采用的是1对1的个人赛制，分成男子组还有女子组，一共32位选手进行循环赛跟淘汰赛。而这些参赛的名额分别来自于2023年的世界锦标赛、洲际锦标赛以及奥运资格赛系列赛。那比赛的方法呢，是当 DJ 的音乐一下，选手就要想办法配合音乐，在60秒内展现自己的即兴舞步。那等到一边的表演结束，就会换另外一位的选手上场表演。而当双方都表演结束之后，就完成了1个回合的 battle。每个回合结束之后，9位评审会综合评估选手在5个面向表现，分别是技术性、音乐性、执行力、招式多元性以及原创性。也就是说呢，在短短的1分钟之内选手不光只是要展现高难度的舞步而已，同时还要能够掌握 DJ 下的音乐节奏，流畅的衔接每一个动作，还要避免出现重复的动作，并展现出自己舞步的独创性。这些项目呢，各占总分的20%。评审会在每回合看完双方的表现之后，针对各个项目移动自己面前的滑轨来评分。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Reagan 选手呢，在循环赛当中的3场比赛全部挂零，到底他的表演发生了什么事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Reagan 大量使用了不属于传统霹雳舞的舞蹈动作，像是模仿袋鼠跳或者在地上游泳，而这些动作呢，被网友戏称是袋鼠舞。那相较于其他的选手，为了展现自己的技巧，常常会展现那种帅气大地板动作，在多数的观众眼里 ，Reagan 就好像只是笨重的在地上扭动，看不太出技巧，甚至显得有点可笑。
那因为他实在太过独树一格所以就算比赛已经过了很久，迷因跟讨论还是很多。而知名的美国脱口秀节目模仿他，就连呢这个艾戴尔也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提到了袋鼠舞。不过关于 Reagan 的讨论其实非常两极有些人认为袋鼠舞正好展现了霹雳舞的多样性还有可能性，但也有许多人无法接受，批评他用这种缺乏技术性的舞步上场根本就不尊重比赛，也不尊重对手，甚至质疑他的参赛代表权。网络上面呢是曾经出现一份将近5万人的联署，指控 Reagan 的表现损害了澳洲代表队和整个国家的形象，所以要求呢他必须要对澳洲代表团道歉。有人甚至质疑这次国家代表的选拔程序有问题，要求政府应该要深入调查。对此，澳洲的奥委会执行长回应呢 ，Reagan 是透过完全透明而且独立的资格赛入选奥运代表队，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联署呢是在散播仇恨、助长霸凌，应该要撤销。而在几天之后，这份联署就真的被下架了。不过，很多人还是很好奇 ，Reagan 到底是何方神圣？他是真的有实力的吗？Reagan 这个名字呢，其实是选手的艺名他的本名呢是 Rachel Gunn。今年36岁，他除了跳舞之外，目前是在大学做文化研究的博士，而他的研究主题正是霹雳舞文化。根据当时的访问Reagan 强调他非常认真面对比赛，不过因为觉得自己的体能跟活力都赢不过其他的年轻对手，所以他才选择以创造力和艺术性来对抗。而这一次他在巴黎奥运的舞步全部都是他自己独创的。后来他也在社群上面鼓励大家不要害怕与众不同。此外，也有人强调 Reagan 过去的战功彪炳，在2020还有2021年都是澳洲最佳 B Girl。而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的表现其实都没有像巴黎奥运的时候这么的独树一格。而在技术展现的部分呢 ，Reagan 的这个排腿以及定点动作，以及音乐呢这个巧妙搭配的临场反应，更是常常让现场观众还有主持人惊呼。所以，如果要说他真的完全没有实力，并不公平。而且2023年 Reagan 也赢得了大洋洲霹雳舞锦标赛冠军。这个冠军不只是让他拿下了巴黎奥运的参赛资格，也让他的世界排名积分大跃进。在最近的这个世界舞蹈总会公布的排名当中呢 ，Reagan 直接攻顶了第一。不过这个世界第一的新闻一出来之后呢，还是让很多人崩溃，纷纷嘲讽：现在是愚人节吗？那总而言之虽然 Reagan 非常坚持自己的风格，但这1个多月来呢，还是承受了非常大的舆论压力。不过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不少的圈内人决定站出来发表他们对于这次事件的看法。针对 Reagan 的表现其实多数的霹雳舞圈的人呢是抱持着肯定态度的。像是台湾的孙正选手就说，虽然呢 Reagan 的原创动作技术性不足，所以要跟各路的高手竞争相对吃亏，但他大胆使用了澳洲文化符号来创作，而且直接在奥运这种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殿堂来展现，这样的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同样来自于澳洲的资深霹雳舞者也表示，虽然澳洲的选手选拔制度确实有些问题比如可能会导致某些优秀的舞者无法代表澳洲参赛，但这位资深的舞者同样强调，他认为呢 Reagan 的个人实力或者他这一次的参赛资格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许他的策略会让他比较难拿到好成绩，但这些事情不太能够混为一谈。另外呢，奥运霹雳舞的首席裁判马丁·吉利安呢，则是公开赞扬了这个 Reagan 舞步的原创性，认为他体现了真正的嘻哈精神。但吉利安这个说法呢，也让很多人疑惑。既然你赞赏他的原创性跟嘻哈精神，但 Reagan 在奥运场上毕竟就是全部0分，这没有矛盾吗？那这个部分争议或者是争论其实呢，早在 Reagan 事件之前，霹雳舞圈内就已经有蛮多类似的讨论，可惜并没有共识。就连奥运到底该不该纳入霹雳舞，意见也很两极。有一部分的人认为霹雳舞登上奥运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体验到这个文化的魅力，当然是一个推广的大好机会。但也有一派的人担心霹雳舞一旦被竞技化，就会失去它的灵魂，沦为单纯的翻滚比赛。有曾经是体操选手的霹雳舞者就表示，霹雳舞并不像体操，只要完成某种难度的动作就可以得到对应的分数。相对于体操霹雳舞更加重视即兴还有原创。那虽然 battle 文化本身确实是有一效高效的成分，但真的要量化成分数来评比谁更优秀，真的还是很难。一方面是每个评审的标准跟偏好可能都不太一样，如果要避免偏好影响的公平，那就会需要很多位的评审，但这可能相对还好。更多人担心的是，只要设定了标准，选手们为了要赢就很容易陷入了框架，变成为了满足标准而 battle。但这跟霹雳舞本身追求的嘻哈精神又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像孙正呢也有说过，我大概知道怎么样做会比较容易赢，但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想不想要这样做。
另外，也有人认为关于这一系列争议最大的核心，可能其实是世界武道总会，因为过去这个组织呢，主要都是在推广像是探戈啊、恰恰、华尔兹等等类型的武道。在2018年之前，他们都没有主办过霹雳舞比赛，在这个领域可以算是相对外行的。但后来他们却成功的推动霹雳舞加入奥运，所以有人认为包含的像参赛资格啊、奥运赛制或者是世界排名等等，这些跟 Ray Gun 事件有关的争议，其实最该被检讨的，可能都是世界武道总会。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挺过黄标的冲击，持续的制作了很多重要但是被黄标的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呢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奥运之前呢，我们对于霹雳舞比赛并没有特别的关注，所以选手们在舞台上面的每一个动作都让我们非常惊艳，觉得很赏心悦目。毕竟这些动作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出来的，而选手们不只是技术高超，而且临场反应还很流畅。所以当我们看到 Ray Gun 的舞步时呢，也确实会有一种哇，这个我好像也做得到的微妙感。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批评他恶搞奥运不尊重比赛的意见，都会强调说很担心他的表现呢会让其他对于霹雳舞不熟的观众以为霹雳舞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倒是认为Ray Gun 的表现应该不至于会让人误解或是看不起霹雳舞。另外，我们觉得霹雳舞到底该是什么样子，可能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就算从外行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他的动作难度跟其他人很不一样，并不是常态。而且就算奥运已经结束了一阵子，跟他相关的讨论呢，也还是偶尔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因此对霹雳舞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跟反思。就像刚刚说到，它背后有嘻哈精神的底蕴，本身可能就有浓厚的叛逆意味。如果这是重要的，那大家真的有办法规范说霹雳舞就该怎么跳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其实也认同目前奥运霹雳舞的 battle 这种因为强调竞技胜负而类似赢者全拿的给分机制，可能就比较难反映出每一位选手的特点，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跟嘻哈精神有一点点的矛盾。那当然，因为我们并不是专业的舞者，所以我们的看法也不一定精准。而这部影片的讨论资讯呢，主要都是引述公开的资讯或者身边友人的经验分享。那如果大家有更多专业的想法，都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对 Ray Gun 选手的袋鼠舞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觉得很酷在奥运赛场上面做出这种尝试，有够嘻哈。这毕竟是一个顶级的比赛，不可能毫无技巧，全是创意吧。所以老实说呢，我也就是一个看热闹的外行人，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奥运霹雳舞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电竞奥运以及体操女王西蒙拜尔斯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